在台湾想要短信上网的话，有2个方法，只是呢，它要怎么选呢？哦，它可不是2选1哦。稍微讲一下，你只要知道它的差异，你就会选了。在台湾想要短信上网的话，有2个方法。第一个呢就是买预付卡，那第二个呢就是租 WiFi 分享器哈。那这2个方法呢，不论你是短期来台湾玩，或者是出差，那或者你是台湾人，可是你的手机呢并不是网络吃到饱，那临时呢你需要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网络用量的话呢，这2个方法呢都可以解决这个需求哈。只是呢它要怎么选呢？它可不是2选1哦，因为它里面呢其实有一些蛮大的一些差异，然后又有很多的方案好，那所以呢到底哪个才是最适合自己？那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？现在就带大家去看，稍微讲一下，你只要知道它的差异，你就会选了。这里呢就是海关出口了哈，那我现在在海关出口的正前方啊。那理论上面你看完这集呢，是应该是就能够决定你要用什么方式上网比较适合，因为这2种方法它是不同的业务，也是不同的厂商，所以买的地点也不一样。好，那如果你要买预付卡，你就出了海关，你就左转那边左转走到底。那如果你要用 WiFi 分享器，好，你出海关你就右转，好，那边走到底。好，那你就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跟力气。好，搞不好顺利的话，20分钟就全部都搞定了。预付卡的话，它是一张 SIM 卡，好，当然有虚拟的那个，我后面再讲。好，我现在先说那个实体的这个 SIM 卡哈。上面会有一个台湾的号码，好处是你有了一个临时的台湾门号，它可以用来联络台湾当地的餐厅啊、饭店啊等等。那用台湾当地的号码来打台湾当地的电话，当然是最便宜的啊。你只要出示你的护照加机票就可以买了。预付卡呢又分成2种，一种是一次性的，按照你买的使用天数，好，时间到那张卡就失效了。通常你是短期停留的话，30天之内选这种呢是最便宜、最划算的。那这种卡呢，在台湾它没有统一的名称，不同的电信公司那有不同的名称，有的叫做旅客卡，有的叫上网卡，好，那有的也是一样叫做预付卡。那另外一种呢是30天以上比较长时间停留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考虑用这一种哈，它是储值呢就能够继续使用的，好，也叫做预付卡。好，想用多久或多少流量，那就买多少，用完再储值。好，它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呢就可以储值，不用回到机场或者是电信公司的门市，但价格的话就很难具体的好跟一次性的预付卡来做比较，因为时间越长，它一定是会越便宜的。就是你的证件给他们影印一下，好，然后你决定你的方案之后呢，那最快他们说3到5分钟，好，那就可以启用，然后你的手机就真的复活了 ，OK， 超赞的，超快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刚才已经确认过了，这3家都可以刷卡，好。那预付卡感觉蛮好用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最大的坏处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它要牺牲掉你手机原本门号的通话跟简讯。好，那如果你想要把它保留的话，你只剩下一个方法，就是呢去租借 WiFi 分享器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接下来就带你们去看怎么样租借 WiFi 分享器。那就在这个大厅的海关出来，右转走到底，另外一个角落。好，就现在呢，我们过去那边看看。好，那里就是可以租借 WiFi 分享器的地方。好，这个就是 WiFi 分享器。是。它其实有点重量耶。是，所以它带电量比较高啊。通常这样可以充饱的话，充饱呢可以利用6到8小时。那也不到1天嘛。一般正常的设备只能4个小时。你们这一台已经比较强了。哦，这对女生来讲的话，放包包的话会有点重量啊。是。其实还的话也是蛮方便的。就放到那边去就好了。好，如果你想要保留你原本手机门号哈，能够接听的这些服务的话，那就用租借 WiFi 分享器的方式，它可以让你呢都不用去动到你原本的手机，好，但是呢你就必须要带着一台设备，然后跑来跑去，好，还要帮它充电，然后呢，你在回去之前呢就要记得去还机器，或者是你用完了啊，临时开个视讯会议啊，那你用完了，好，那你要去还机器，就多了这个动作。分享器呢，现在都只有4G 的，好，它的网速的上限是21M，好，但是这个速度呢，其实只要附近没有一堆人一起上网的话呢，那这个速度呢，用来看像 YouTube 啊，还有一些影音平台上面的影片啊，其实都是 OK 啦，哈，不会卡卡的。
如果你要很多设备一起上网的话，那这种方式其实是比较适合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2种好可以上网的方法。那接下来就讲第3种，好，就是国际漫游。我一边讲，我就顺便带你们逛一下机场，好，不然你们要这样一直看着我，会很无聊吧？好，刚刚说到用国际漫游的方式来上网的话，就是你要在出国前啊，就先跟你的电信业者去申请开通。那一般的国际漫游的服务是分成2个部分，好，一个是电信的部分，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上网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会建议就是你们只要申请开通电信的部分就好了，那上网的部分的话就来台湾再买。好，要申请开通国际漫游，你要注意一下它的费用哦，因为呢，国际漫游的上网费听说西班牙1天的费用就要台币1000多块。好，那你看在台湾30天只要1000哦，这个差异是超大的。所以呢，这3种上网方法都可以让你一来到台湾，在机场呢就可以马上开通。在这些方法当中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它都是有1好没有2好？那有没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集合所有的优点呢？有，还真的有一个方法。好，就是呢，如果你的手机是有双卡槽的功能，就是你可以装2张 SIM 卡的那一种啦。那现在包含像 iPhone 12还有12以上机型呢，都有双卡的功能呢。好，但是呢，它跟那个Android 的手机比较不一样的是说 ，Android 的手机它是实体的卡槽，但是呢 ，iPhone 它的那个第2个卡槽呢是虚拟的。所以呢，你可能会不知道怎么用，不过没有关系。你在买预付卡的时候呢，你就先跟服务人员说你要买的是虚拟的预付卡。那买好之后呢，他们就会帮你设定了。所以呢，有这种的功能的手机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有多一个选择。那你可以在出国前先去申请开通电信的国际漫游。好，那上网呢，你就来台湾再买预付卡。好，因为你有双卡槽，所以呢，你原本手机的电话 SIM 卡呢，你就不要动它。好，让它还是放在你原本的那个卡槽里面。那上网的部分，你来台湾买好预付卡之后呢，你就把它放在你另外一个卡槽。这样呢，你就不但可以接到原本手机的电话、来电、简讯。好，那你还可以用预付卡送你的门号和通话时间呢，在台湾的这几天呢，就用来打台湾境内的电话。好，我自己觉得啦，这是最完美，好，而且也不会太贵的方法。好，那最后呢，还要补充一点哦，就是呢，如果你想要用预付卡的话，不是所有的手机都可以用哦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有些地方的手机的 SIM 卡，它预设的状态呢是锁定的。你没有在出国前先把它打开的话呢，那是没有办法在出国之后处理的哦。像美国、日本、菲律宾这些国家的 SIM 卡预设呢，就是锁定状态。可是呢，像是大陆、香港就跟台湾一样，它是没有锁定的。好，但是我现在讲的这些地区也不能一概而论哦，要看机型。好，所以呢，台湾的粉丝们，如果你们有朋友要从这几个地方来台湾玩的话呢，那你一定要提醒他们去注意这一点。好，你如果没有先做这个动作，那你来到台湾想要上网，好，你是不能用预付卡来上网的哦。到时候你想要上网就没得选，你就只能够租 WiFi 分享器，然后带着它呢就到处走，你就只有这个方法了。好，那要怎么检查你的 iPhone 可不可以用预付卡来上网呢？好，那个点设定之后呢，点一般。好，第一个关于本机，好是 About。那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往下再滑一点，就可以看到电信业者锁定这一条。如果是显示没有 SIM 卡限制，那你的 iPhone 就是没有锁定。好，如果是显示锁定状态，就是 SIM Lock。那你就要跟你的电信业者联络，请他们处理。好，解锁之后呢，你就去你去别的国家想要上网的话呢，就可以用那个虚拟的 eSIM 卡的方式了。OK， 那这集就介绍到这边咯。我现在已经讲了换台币还有上网，好，下一集呢就要来介绍交通咯。好，下一集见咯，拜拜！祝你们在台湾有一个美好的旅程，拜拜。